苏猛还是不错的。龙庭沉默了片刻后，替苏猛说了句话。战池也沉默了一下，想了想后，叹口气说道：“也是，除了他，怕是没有人敢娶我们家贝贝了。”那也不会，我师父就很喜欢贝贝，无数次说想和你们家结亲家的，就是君飞这小子，跟我对贝贝一样的感情，可能是大家从小一起玩大，培养出来的是兄妹情吧。程玲玲很喜欢贝贝，也很想将儿子送到海童家里，让海童把君飞当成女婿来养，让君飞和贝贝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以前长辈们是想着让孩子们一起玩，感情深，长大后大家的路都好走。他们的感情是深，但都是亲情，是兄妹情，没有男女之情。程玲玲总说君飞面对漂亮可爱的贝贝，君飞怎么就不喜欢呢？君飞说他喜欢贝贝呀，但他的喜欢是很单纯的喜欢，并没有娶贝贝为妻的想法。他还说贝贝兄弟18个，他不敢娶贝贝，怕会被18个兄弟揍，说什么一人揍他一拳，他都挨18拳，让程玲玲哭笑不得。君家人丁那么兴旺，兄弟叔侄也很团结，和睦相处，君飞都不敢肖想贝贝。其他男人就更不用说了，那些想攀附战家的人都不敢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知道战家人不好惹，也知道战家唯一的小公主不是恋爱脑，围在她身边的男人都特别优秀，一般的男人贝贝也看不上眼。苏猛不一样，他早早就跟他的好兄弟说了，长大要娶贝贝为妻，要宠贝贝一辈子。小子那样想也是那样做的，这20年来，他是真把贝贝当老婆来宠着疼着的，不管战家兄弟对他如何，他都不改初衷。两家长辈并没有阻止，顺其自然。管家很快送来了水果以及点心，还有一壶刚沏好的茶。初九，龙庭坐着不动，叫喊着初九。初九立即起身走过来，恭敬地叫着：“少爷，我要喝茶，尝尝这壶茶泡得怎么样？”龙庭吩咐地道。管家正想给龙庭倒茶，战池看他，用眼神示意他回去做事就行，不用在这里碍手碍脚的了。管家反应过来，笑着悄悄退出了凉亭，将这里交给了龙小姐。初九拿起3个茶杯摆好，然后执起茶壶，他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2口，细细品尝过后，又将茶杯里的茶水全都喝完。之后他将茶杯放到桌子的一角去，因为这是他喝过的茶杯，要放到一边去，免得少爷拿错了杯子。少爷，茶不错。初九轻声说道。龙庭说道：“你才喝了那么一小杯，能品出茶的味道，多喝2杯再跟我说。”初九默了一下，又拿回自己用过的茶杯，再次倒了2杯茶水喝。喝完第3杯茶后，他再次将那只茶杯放到角落去，神色恭敬，以肯定的语气说道：“少爷，可以。”龙庭这才嗯了一声，他便帮龙庭还有战池各倒了1杯茶水，就要退到角落去。龙庭又叫住了他：“这些水果每样你都尝一遍，鲜不鲜？点心也尝尝好不好吃，尝完了告诉我。”龙庭再次吩咐。初九又沉默一下，他看向龙庭，见龙庭板着脸，严肃得很，在他看向他时，他也看着他，语气跟着变得严厉：“怎么，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？还是你不想帮我尝尝这些食物鲜不鲜？”初九看了一下管家送来的水果和点心，恭敬地答道：“少爷，欧阳总家里的水果绝对新鲜，点心也绝对好吃，也不想想欧阳总的嘴巴多挑，他家里的食物绝对新鲜，也绝对好吃。”战池说道：“我们家的冰箱有好几个，我妈妈有她的专用冰箱，她平时所吃的都是专用的，我们跟我妈吃的不一样，这是事实。他爸给妈妈做的饭菜是特别的精致，
食香味俱全，天天都不重样。做给他们吃就是随便做2瓶家常菜，食材虽然也新鲜，但不像给他妈妈做的那么讲究。好在他爸的厨艺极好，哪怕是随便做2道家常菜，他们也吃得连菜汁都要倒进饭碗里拌饭。战池这样说，初九不得不一一试吃那几样水果，然后那几样点心他也每样都尝试过了。吃了一圈下来，初九觉得自己都吃饱了。怎么样？龙庭问他。回少爷，水果很新鲜，点心也很好吃。初九性子直，他的回答也直接，不会用太多美好的形容词。龙庭嗯了一声，坐下一起吃。少爷不可，我是你的保镖。龙庭看他2眼，这一次倒是没有生气，淡淡的道，你不喜欢吃就坐到一边去，找个阴凉的位置坐着，别坐在阳光能晒到的地方，挡住光线，凉亭底下都会暗下几分。战池在心里腹诽，庭哥明明是心疼九姐，怕九姐会晒着，居然说九姐会挡光。那么大的一座凉亭，九姐有多宽的身板呀，能挡光。还有他家的茶是极好的，水果是绝对新鲜的，点心也好吃的没话说。庭哥让九姐试吃，那是投喂九姐，怕九姐站岗渴了饿了。不说其他了，仅是点心，九姐每一样都试吃了，就饿不着，更不要说还吃了那么多水果。这2个人也有得磨。是，初九并没有因为龙庭说话不好吃就黯然，他似是习惯了，还真的挑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不会挡住阳光投射进凉亭。龙庭好心情地端起他的那杯茶，对战池说道，老五，你庭哥我好久都没有像现在这般能够休闲地品品香狗，赏赏景了。他看着凉亭外面的风景，你家院子的景色真好，当然比不上我们风尘山庄。战池说了句，我家悠悠山庄也不差呀，说的他家没有山庄似的。龙庭笑，也是，你多久没有回老家了？现在上班了，没有上学时那般自由，一到寒暑假收拾好行李就坐飞机回去。我爸妈也不敢说什么，太奶奶一个电话打过来，我爸妈就要赶紧送我们回去。如今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去吧，没有太奶奶的电话了。说到这里，战池不再说下去，他想太奶奶了，太奶奶若是还活着，他这个年纪肯定是回管城，进战士集团上班，帮大哥分忧解愁了。二伯的2个哥哥就是早早回管城。龙庭知道战池想起太奶奶了，他安慰着战池，你太奶奶比我师公都要长寿，他老人家是去和你太爷爷团聚了，我们都好好的活着，老人家在九泉之下才能放心。太奶奶是最好的太奶奶了，不想他老人家是不可能的。战池说道，太奶奶肯定见到了太爷爷，听我爸说太奶奶和太爷的感情极好，太爷走的时候太奶奶差点走不出来。别看我太奶奶总是很坚强的样子，其实她内心是很脆弱的，她很想太爷。龙庭说道，理解的失去至亲，很久都走不出来。他父母家人被害死时，他才1岁大，记不住，在他成长的岁月里，他连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直到他有足够的能力回到 H 市，才从一些人拍的照片里看到过他父母的相片，知道父母长什么样。他是集了父母的优点来尝，如果他不戴着人面皮，不戴口罩，只要见过他父母的人，看到他都会想到他就是当年龙家嫡系唯一活着的孩子。老五不聊这些伤心事，咱们要往前看，要好好的活着，活得精彩，才能让心疼我们的人放心。师公走之前就很不放心他，师父拼尽全力想挽救师公的生命，师公自己是医生，还是医术最好的。他说，虽说自己被人称为神医一辈子，但他并非是神仙，他也是凡夫俗子，也要经历生老病死。有些疾病
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治好。师公说他一辈子不婚，无儿无女，幸得捡到了他的师傅，既是徒弟又当成女儿养大，能看到师傅嫁人生子，能陪着他长到19岁，师公就很知足的了。至少在他走时，围在他身边的都是他的至交好友，是他的至亲。他有个不是亲生女儿胜似亲生女儿的徒弟，有个聪明懂事孝顺的徒孙，走后还有人记得他，清明时节会有人到他坟前上香，就很好了。师公叮嘱他以后报仇，首先要保全自己，如果要用他的命去报仇，师公说那就放下仇恨，好好活着。他的家人在九泉之下，肯定也是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的，又请求那些叔叔伯伯大姨小姨们以后要多照着他一点。拉回思想师公的思绪，龙庭说道，走，咱们去看看荷花，这个季节正是荷花盛放之时。战池笑了笑说道，庭哥，我家里没有河池，要游山庄才有。你以为我们此刻是坐在山庄里的凉亭下吗？龙庭忘了。两个人聊了很多，初九像个隐形人似的，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听着两个人聊天。他家少爷也只有在君家和战家人面前，才能完全放松神经，不用担心被算计、被害，可以正常的唠唠家常，聊聊天。庭哥、五哥，你们在这里呀？我找了你们好一会儿，问了管家，才知道你们在这里。午休起来的贝贝往后院走来，在贝贝步入凉亭时，初九起身，恭敬地叫道，贝贝小姐。九姐。贝贝看到初九时，像战池刚才一样惊喜。九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还说庭哥哥过来怎么不带着你的，原来你在，那你怎么不跟着庭哥进屋？我还以为你没有跟着来。贝贝走过去，热情地拉住初九，硬把初九拉到桌子前，按初九坐下。初九快速起身，但贝贝又按他坐下，他再次起身。贝贝就故作生气的道，九姐，你是嫌弃我给你挑的位置不好吗？让你坐，你不肯坐，就是嫌弃我帮你挑的位置不好。我没有，贝贝小姐，我真没有那个意思。龙庭最疼爱的便是君言和贝贝，初九是知道的，他也很喜欢贝贝这个小妹妹，但她只是少爷的保镖，尽量不要跟主人平起平坐。九姐既然没有那个意思，就好好的坐着。九姐不肯坐，我会很难过的。初九拿贝贝没办法，他求助似的看向龙庭，希望龙庭能叫他滚到角落去站好岗。谁知道他的求助眼神，却为他家少爷招来了贝贝的责骂。贝贝骂龙庭和战池，你们两个大男人坐在这里喝茶、吃水果、尝点心，舒适惬意，就让我九姐站在角落里看着你们吃，你们的绅士风度呢？那么多的凳子就不能让我九姐坐下？龙庭和战池被妹妹骂着也不生气，反而不停地哄着贝贝别生气。贝贝小姐，九姐，你坐着，想吃什么就吃，不用理他们。这两个大老粗，怪不得一直单身没有女孩子喜欢，这般的粗心一点都不体贴，哪个女孩子会喜欢呀？哎，愁死了，庭哥都30好几了，还是个单身狗，就他不懂得怜香惜玉，不懂得体贴女孩子，才会娶不到老婆。龙庭陪着笑脸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大老粗没有体贴到你九姐。贝贝别生气了哈，你看你九姐已经坐着了。他和战池赶紧把桌面上吃的喝的一股脑儿都推到初九面前，你们吃过的，吃剩的才叫我九姐吃，我九姐不稀罕了。贝贝一把挽住初九的手臂，对初九说道，九姐，走，咱们回屋里去，我爸已经在准备晚餐了，咱们等着吃就行。两个大老粗吃剩的，咱们不稀罕了哈。说着也不给初九反应及拒绝的机会，贝贝拉着初九走了。初九被贝贝拉着走，
时不时扭头看着凉亭下的2个男人。他不敢对贝贝动手，连大力挣扎都不敢。这个可是几大家族的宝贝啊，也是他第一眼看到就很喜欢，当成亲妹妹疼爱的。龙庭都拿初九没有办法，但初九遇上团宠贝贝，他也是没有办法的。一物克一物，龙庭看着初九被贝贝带走了，对战池说道：治初九还得贝贝，我还在想着等会儿吃晚饭怎么说服初九进屋吃饭，现在贝贝帮我解决了。战池笑道：哈哈，贝贝出手，从来没有失手过的。庭哥，也是怪你，谁叫你告诉我们九姐跟着你一起过来的，她是我的贴身保镖，与我形影不离。我以为你们知道她会跟着过来，你们也有过分开的时候，谁知道呀？战池说道。然后2个大男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异口同声说道：咱俩还真是大老粗。